位朋友，美国的軍方恐怕又要倒吸一口涼氣了。6月2號的時候，多家外媒呢集體爆出一張疑似中國軍工的技術簡報的幻燈片，又有了泄密事件了。有人說是不是奉旨泄密呢？那我就不知道了啊。傳說中的霹靂16新一代的空空导彈的參數，這回徹底藏不住了，射程直接幹到300公里之上，還集成了可变推力火箭發動機、AESA 有源相控阵雷達导引頭和双向数据量。這哪是導彈呢？簡直是給對手的空中指揮部準備的斩首工具呀！射程300公里是什麼概念啊？簡單給你做個對比就知道了。现役的霹靂15的射程大約是200公里，這已經是讓美軍的 ARM120B 抬不起頭的存在了啊！美軍的最大射程也就是160到180公里，而美軍的下一代 ARM260 雷神公司折騰了好幾年，目標射程260公里，到現在還沒搞定，进度一拖再拖。也就是說，当歼20的飞行员按下发射按钮的时候，对手的导彈連還手的資格都沒有。你聽說過霹靂16這款空空導彈嗎？印巴空戰之後，霹靂15名聲大噪，大家都比較熟悉。至於霹靂17，大家也多有耳聞。有人可能就會問，那夾在中間的16呢？今天咱們就來聊聊這款神秘的霹靂16，它相比15有哪些升級？相對於17又有多獨特？近來國際權威軍事媒體密集報道這款神秘的新型導彈，比如英國檢視防務週刊在近期的特別報道中指出，霹靂16已經完成全部測試工作，即將開始批量列裝中國空軍和海軍航空兵部隊。他們還透露，這款導彈可能會優先裝備殲20和最新型的殲35艦載機，也就是說它將是咱家5代機的標配。此外，美國軍事觀察雜誌也做了相應的報道，他用革命性突破來形容霹靂16的設計理念。他們的航空專家分析認為，這款導彈最驚人的特點是，在保持霹靂15優異性能的基礎上，整體體積縮小了整整 30%， 意味着同樣大小的彈艙現在可以攜帶更多的導彈，這個就相當有實戰意義了。這還沒完，說到具體性能參數，航空週刊的報道可以說最為詳細。他們的技術團隊通過衛星圖像分析和內部消息源確認，霹靂16的有效射程可能最高達300公里左右。要知道，现役的霹靂15射程大約是200公里。而美國现役最先進的 AN120D 導彈，其射程只有160公里左右。這霹靂16最高射程300公里，可以說是遙遙領先了。美國也就只有還未服役的 AIM-260才能在射程上接近霹靂16。您想想，打架的時候手伸得更長，然後加上咱們本來雷達就先進，這樣的射程優勢，讓我們的戰機可以在更遠更安全的距離上發起攻擊，那簡直太欺負人了。至於它是如何做到體積變小、裝彈更多、射程更遠，我們可以拿它跟霹靂15做個橫向對比，這樣就能看清楚它升級了哪些方面。首先是氣動布局的革命性改變，傳統的中程空空導彈都會設計較大的中部彈翼，以此保證飛行穩定性。但霹靂16大膽地取消了這一設計，改用可折疊的尾翼布局。這種創新設計讓導彈橫截面積大幅減小，直徑控制在180到203毫米之間，這樣一來就比霹靂15苗条了不少。然後導彈長部也從霹靂15的4米縮短到 3.8 米。別小看這 0.2 米的差距，在戰機彈艙這個寸土寸金的空間裡，每1厘米都很寶貴。更關鍵的是，霹靂16採用了新型複合材料制造彈體，整體重量減輕了 15%。這些改進加在一起，得到的最直觀的好處就是讓殲20的彈艙從原來攜帶4枚霹靂15提升到現在可以攜帶6枚霹靂16，火力密度直接提升 50%。再然後，动力系統的升級同樣令人印象深刻。霹靂16雖然延續了霹靂15的雙脈冲固體火箭發動機設計，但在3個方面做了重大改進。第一是使用的新型高能燃料，比衝提升了 20%。第二是優化了噴管設計，推力效率提高了 12%。第三是改进了燃燒室結構，讓燃料燃燒更充分。這些改進帶來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在導彈體積縮小的情況下，射程反而增加了50公里以上。這個技術突破非常了不起。
最後，制導系統的升級可能是最關鍵的。據有關介紹，霹靂16裝備了全新的有源相控陣雷達導引頭，這種雷達的抗干擾能力是霹靂15的3倍以上，再配合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的實時修正，原概率誤差可以控制在3米以內。這個精度在空導彈領域絕對是頂尖水平。更厲害的是，霹靂16支持發射後鎖定模式，可以由預警機或者無人機來提供中段制導，大大提升了作戰靈活性。說到這裡，可能有朋友要問，霹靂16都這麼厲害了，那霹靂17豈不更猛？其實不是這麼理解的，霹靂17自然是很猛，但定位上跟霹靂16有所不同。這麼說吧，霹靂17是專門設計用來打擊高價值目標的，比如預警機、加油機、電子戰飛機這些。它的特點是射程超遠，可以達到400公里以上，但體積也更大。隐身戰機的彈倉不太好裝，所以基本只能由歼16這樣的重型戰機外掛攜帶，這就是最大的區別。這樣一看，霹靂16追求的是在適中體積下實現最佳性能。您想，3.8米的長度和180毫米的直徑，讓歼20的彈倉可以輕鬆裝下6枚。這種設計理念讓它成為隱身戰機的完美搭檔。網上就有軍迷說了，霹靂17是狙擊槍，專門打重要目標，而霹靂16是突擊步槍，適合日常空戰。這個比喻就很貼切。對此，軍事觀察雜誌最近專門發表了一篇長篇評論，中國正在重新定義空戰規則。文章指出，霹靂16的出現標誌着中國空導彈技術完成了從跟跑到領跑的歷史性跨越。他們認為，中國在導彈小型化、射程和制導精度這幾個關鍵指標上，已經全面超越了歐美同類產品，特別是緊湊化設計理念很可能會成為未來空導彈的發展方向。為何會這麼說呢？除了霹靂16的面世，中國的第6代空導彈也正在緊鑼密鼓的研發中。根據《檢视防務週刊》從中国航展獲得的消息，中國已經在研發第6代空導彈，這種導彈將採用創新的吸气式發動机技術，使用冲压发動機或者超燃冲压发動機，射程有望突破1000公里。他們的專家推測，這種導彈可能會在2028至2030年間亮相。您想想，1000公里的射程意味着什麼？我一下子都找不到合適的比喻了。大家可以在評論區補充下。那麼，如此先進的空導彈裝備部隊，對中國空軍戰鬥力的提升是全方位、革命性的，對未來空戰的影響也是巨大的。咱們以歼20為例，現在可以攜帶6枚霹靂16，配合300公里的射程，完全可以在台海東部空域建立起一道堅不可摧的攔截線。即便是從關島起飛的 B-52戰略轟炸機，也會被納入打擊範圍。這種威懾力是實實在在的。而對海軍航空兵來說，殲35艦載機裝備霹靂16後，可以將航母戰鬥群的防空半徑擴展300公里以上，配合055驅逐艦的防空系統，形成多層次的防禦體系。特別是威慑避導能力的提升，讓艦載機可以在更安全的距離上發起攻擊，大大提高了生存能力。如果從更宏觀的角度看，霹靂16的研发成功，不僅代表單個武器系統的突破，更展示了中國在軍事科技領域的體系化能力。從材料科學到發動機技術，從電子設備到制導算法，每一個環節都需要頂尖的科技實力作為支撐。這種整體性的進步，才是真正讓對手感到壓力的地方。航空週刊在最新社論中感嘆，中國軍工正在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前進，他們不再滿足於追趕，而是要開創屬於自己的技術路線。這句話很好地概括了當前中國軍事科技發展的態勢，從跟跑到並跑，再到領跑，中國軍工正在書寫新的傳奇。如果我們展望未來，隨着第6代空導彈的研發推進，中國在空戰武器領域將會建立起足夠強大、無法趕超的技術代差優勢，特別是在超遠距交戰、網絡中心戰等方面，很可能會開創出全新的作戰模式。這種技術領先帶來的戰略優勢，將會持續影響未來幾十年的空中力量格局，也可能會影響全球政治格局，意義深遠，毋庸置疑。未來的空戰規則將由中國定義，而且已經近在眼前，我們可以拭目以待。各位，真正的讓五角大楼冒冷汗的地方，以前的空戰規則被徹底改写了。預警機躲在戰鬥機後方100-200公里，像個空中指揮所，一邊給自己的飛機提供目標信息，一邊監視戰场。对手的戰鬥機想摸過來，先得過攔截機那一關啊！就算衝過來了 ，ARM120 的射程也夠不着預警機。
而是霹靂16把這条安全線直接就给踩碎了。300公里的射程意味着美國的 E3 预警机 E2D 鷹眼如果还敢在第一岛鏈附近轉悠的話，就隨時可能被一發從天而降的導彈點名。預警機被幹掉，整個的空中作戰體系就像被人挖掉了大腦，剩下的 F-22、F-35 再前進，沒有預警機的指引，只能是當睜眼瞎。這哪裡是什麼普通的空導彈？這分明是給對手的空中指揮部量身定做的斬首工具啊！光說射程遠沒有用，你得看它是怎麼做到的。霹靂16身上集成了3樣真正的硬核技術。第一樣是可变推力火箭發動機，傳統的導彈的发動機就像放鞭炮，點着了就一股腦的燒完，後半段只能靠慣性滑翔，越飛越慢。而霹靂16能夠根据飛行階段的調節推力，中段巡航時輕踩油門省着用，末段衝刺階段再地板油拉滿。2014年北京某電子系統工程研究所就有一項研究模擬過，採用這種技術的導彈在同等的尺寸下射程能夠逼近320公里。這就好比讓一個長跑運動員前半程慢跑保存體力，最後400米用博尔特的冲刺速度，对手怎麼可能防得住啊？第二就是他的大腦。AESA 有源相控陣雷達的導引頭，這東西最厲害的地方是在於抗干擾。傳統雷達的傳統導彈的雷達呢，容易被對方的電子戰機給誤用了。但是呢，這個 AESA 體制呢，讓霹靂16哪怕是面對強電磁干擾，也能死死咬住目標不放。而且這種導引頭還能主動發射雷達波，不需要載機全程提供這種照射指引。第三樣是雙向數據鏈。以前的導彈發射出去基本上就失聯了，只能靠自己的導引頭找目標。霹靂16不一樣，它能通過双向數據鏈跟後方保持着聯繫，前方的預警機發現目標突然拐彎了，立刻通過北斗衛星發個指令過去，霹靂16就能在空中實時的調整航向。這還解鎖了一個更恐怖的戰術 A 射 B 導。歼20在雷達的靜默狀態下發射導彈，預警機和其他的平台負責提供目標指引，導彈全程接收的是第三方信息完成攻擊。這意味着歼20可以發射完就跑，全程不開雷達，對手被擊落了都不知道導彈是從哪兒來的。霹靂16還有一個讓西方的軍事觀察家想不通的地方，它的彈體比霹靂15還小了一圈啊。他們說霹靂16採用了折疊彈翼設計，長度約 3.8 米，直徑180到203毫米。這組數字意味着什麼呀？殲20的主彈艙原本只能塞4枚霹靂15，換裝霹靂16以後能塞進去6枚，火力的密集度直接提升了 50%。殲35作為艦載的隱身戰機，同樣能夠享受這個紅利。小彈體打出大射程，這背後的技術含量可比單純的增加尺寸要難得多。北京理工大学研發的那個 GAP-HMX 高能推进劑，比衝達到了 243.5 秒，超過美國同類產品 15% 以上。3D 打印的燃料艙技術減重 30%， 這些黑科技疊加在一起，才實現了更小更遠的反物理的突破。我覺得最讓美國難受的不是霹靂16本身，而是中國軍工的迭代的速度。霹靂15從列裝到形成戰鬥力用了大概5年，現在霹靂16已經傳出小批量的投產，部分部隊試裝的消息。據說射程超過400公里的霹靂17已經在測試了。另一邊美國的 ARM260 從2017年立項到現在快10年了，還沒有正式服役。這種中國造一代、預言一代、構想一代的節奏，才是真正的讓對手喘不過氣的地方。印度的媒體在轉載這條新聞的時候，特意提了一句武器空戰中霹靂15的表現。那場空戰裡，巴基斯坦的空軍的戰機據稱是在180公里之外擊落了印度目標。不管這個戰果有沒有誇大，霹靂15在實戰的環境下的表現，已經讓很多人閉上了嘴。現在霹靂16來了，射程更遠，彈體更小，制導更智能，太平洋上空的游戏規則恐怕是要被徹底的重寫了呀，朋友們，点個訂閱，咱們下期再聊。